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吃瓜的时候啦。哎呀，又是我们喜闻乐见的项目啦。那么事情是这样子的，近期俄罗斯父子呢，他们就发了一个帖文，你们也可以看到是3天之前啦。那如果包括我今天上传影片的时间，应该是4天之前了。那么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呢？俄罗斯父子就跟 AD 那边就开始了一些争论啦。那 AD 他本人有没有回应我就不知道，但是俄罗斯父子这边是已经发布了贴文讲这件事情，他还附上了越南文、俄罗斯文还有英文，但是我看了英文之后我还是看不懂他在写什么东西啦他应该是用翻译软件去翻译的，所以我就拿了他的俄罗斯文去翻译了一下。那他这边就有讲到，这是他们基于公开数据和自身的游戏经验的个人分析，他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希望冷静客观的阐述出来。 Mr. Hope 的账号有25次金币捐赠，这边所谓的金币捐赠呢，其实就是专属铭文的意思啦。然后 Wow Lion 也就是爸爸的账号呢就有26个，但是 AD 的账号却有31个到32个，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公平啊，为什么 AD 他可以拿到这么多的专属铭文，那 Mr. Hope 跟 Wow Lion 他们这2个账号这么庞大，有这么多战力，这么多击杀的账号，可是他的专属铭文比 AD 还更少，所以他这边就列出了几下的验证，以下几点很容易验证。 AD 在2377王国的时候没有买每日促销活动，这边应该是讲每日特惠礼包，并且跳过了一些活动，并且这个账号在期间没有任何购买每日宝箱的记录，也没有任何持续捐献的记录，就讲他 AD 的账号是很不活跃的意思啦。但这个其实也不代表什么东西啦，你这个专属铭文不是透过这些方式获得的。过去1年 Mr. Hope 跟 Wow Lion 的捐赠总数是 AD 账号同时捐赠总数的 2.6 倍，他这边说的应该就是他们开销的部分啦。 VIP 进度消耗了多少宝石和账号的成长记录可以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你们可以看他这边提供的图片啦，他这边就有讲到你1年里面花了多少的宝石。那根据这边的语言来看呢，这个应该是俄罗斯父子的账号吧，也就只有他们可能会用越南文而已。那这边可以看到他们这边是消耗了多少的宝石，那这边算下来总共是有7166万，然后这边就是资源捐赠之类的一些详情啦。那下一张图片，这个应该也是俄罗斯父子另外一个账号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账号跟右边这个账号他们是开销了多少的宝石，这边就已经有 1.9 亿这么多了。接下来这个数据我就不确定他分享的是什么数据啊，应该是讲他之前在960那边呢就比较活跃一点，但是在2377的时候就没有这么活跃，可能他要表达的是这样子，因为那个语言翻译真的是有问题啦。尽管 AD 的账号活跃度比较低，也错过了一些促销活动，应该是讲礼包活动，但是他的金币数量，这里所谓的金币数量就是专属铭文数量，却比他们2个投入更多资金并参与所有日常活动的账号还要多出了5到7个。他们并非妄下结论，只是陈述数据并进行对比，他们的目标是了解奖励机制的运作方式，以及为何较低活跃度反而能够带来更加高的专属铭文数量。他们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并随时准备提供所有的数据，他们希望收到官方书面说明，以便全面了解掉落机制和进度提升机制。那其实他们在之前就已经有讲过这件事情了，之前俄罗斯父子就有发布了贴文，就讲到他花了很多钱但是没有拿到专属铭文，所以那时候官方就出了保底机制。我觉得他这边可能不是很了解保底机制它是怎样去运作的啦，所以就产生了一些误会。因为你氪金多，你有很高的战力跟击杀，不代表说你可以拿到更加多的专属铭文。就比方说豹哥好了相信各位也知道豹哥是谁啦，豹哥之前就是花了很多钱的一个玩家，但是他的账号拿到的专属铭文是真的很少很少的。这里就问大家相不相信他的数据啊？那我们这边点相信啦，这边可以看到有 94% 的玩家是支持他的数据的。然后这边就有再一次的说明呢，他们会减少 2.5 倍的氪金量，
就是他为了要去抗议这件事情了。那么今天有一个反转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连续3天都发布了贴文在表达这件事情嘛。今天就有玩家贴文放出来跟他讲，你知不知道这个保底机制到底是如何运行的？而且他是特意选择了俄罗斯父子的这个贴文来跟他解释。但是这个解释的玩家是越南玩家来的。OK， 他这边就说到，首先回复俄罗斯父子，之前莉莉丝已经给了军器的保底机制，你可以随时去查看要怎样去检查，并且他这边还提供了教学，跟他讲你要怎样去检查，就是你点开 information 这个项目，你就可以查看你还有多少次就可以保底了。另外一个保底机制就是你必须要开150个金箱子，其实也不是金箱子啦，就是你必须要开150个金色的军器，才会有100%的保证你可能会拿到蓝色的军器。他这边是说专精铭文啦，因为看他名字应该也是越南玩家，他的英文应该也是不标准的，正确来说应该是讲 real inscription。 当你拿到了蓝色的铭文之后就会重置，但其实也不是100%会拿到蓝色的铭文啊，也有可能你会拿到金色的铭文，所以他这边解释也不够全面啦。当你拿到了10个专精铭文之后，你就会有100%的概率拿到金色的铭文，也就是专属铭文。当你拿到了金色的铭文之后，你就会重置，这边就有提供他这个图片给他看了，就是他已经满了10次之后就会重置。然后这边就是跟他讲保底机制是怎样计算的，点开 information 之后，这边会跟讲你还有倒数多少个就会拿到金色的铭文或者是专精铭文。所以他这边就跟他讲，如果你要保证自己肯定会拿到专属铭文的话，你就必须要开1500个金箱子，其实就是1500个金色的军器啦，然后你就有100%的概率可以拿到专属铭文。然后这里就解释为什么 Eddie 的专属铭文会比起 Mr. Hope 还要 Wow Lion 还要更多。首先，你如果只是购买礼包或者是通过完成活动拿到这些金色箱子，就会影响到你拿到专属铭文的数量。这里讲的购买礼包应该是讲购买军器礼包啦，如果你是购买其他的礼包的话就不会有影响。第二点就是 Eddie 他可能就是很接近10:10，就是讲他这个保底啦已经接近10:10了，因为他在之前开了很多的真心箱子，所以不需要太担心，有可能 Mr. Hope 跟 Wow Lion 的军器也是很接近10:10了。Mr. Hope 跟 Wow Lion 将会在之后可以拿到更加多的专属铭文啦，所以这边就跟他解释了。那这边呢 Chesky 也是有回复到啦，因为他跟 Eddie 那边会比较熟啊，他就讲 Eddie 呢其实他会每天花宝石去完成游历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 Eddie 可以拿到这么多专属铭文的原因。然后一些玩家就讲到他们不知道他那个保底机制到底是怎样的，在边嘲讽俄罗斯父子。那这边我也是要分享一点东西给大家啦，军器这个东西是真的很看你的运气，还有看你到底购买了多少的军器箱子的，而不是说哦你有花钱去买其他的旅包，你就肯定可以拿到很多专属铭文。那这边我就分享一下酒吧的账号啦，各位也知道酒吧的专属铭文也是很多的。那么这一排算过去就有6个嘛，这里算下来2、3、4、5、6、31个。那么请问酒吧它是不是跟莉莉丝有什么勾当呢？为什么它会有31个专属铭文这么多呢？比俄罗斯父子还要更多。这里是真的全部都是专属铭文来的，没有骗大家，我这边是已经过滤了那个选项给大家看。而且你要获得这些专属铭文之前呢，也是要获得很多专精铭文啊。这边是酒吧所有的专精铭文，看到吗？我不知道俄罗斯父子有多少个啦，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算一下这边酒吧有多少个。这边算下来6个，1、2、3、4、5、6、7、8、9、10、60个，61、62、63、64、64个专精铭文，而且有很多其实他都用不上了。他在累积了拿到这么多的专精铭文之后，才拿到31个专属铭文，所以你们就可以理解了吗？然后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商店还差多少个可以买到了，还差1个就可以买到另外一个专属铭文啊，所以其实很快了啦，他即将要有32个专属铭文了。至于他保底的部分，我记得他是用楔形阵的，他保底的话这边还差6个就有保底了。那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他这边的专属铭文，基本上都有啦。这边的专属铭文，工兵的、工程车的、骑兵的、三线阵，这边就2个专属铭
铭文，骑兵楔形阵一套，步兵拱形阵一套，偃月阵一套，另外一个远程这边就是专精了，这里有3个专属，还差1个。基本上他就是已经把自己的军器都已经完成了，每一个都是有一套这样子，每个兵种。但是他投资比较多还是在远程方面呢，因为他之前是真的买了很多箱子，就是专门要去打造最强的远程部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他的本提升也是很夸张的。那么是不是俄罗斯父子也要攻击98了呢？如果是以他们的逻辑来讲，因为你们看98就连他的战力都没有比起 AD 还要更高啊，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的专属铭文呢？他是做了什么东西呢然后这个就是98他的年纪之书里面可以看到他到底消耗了多少的宝石，肯定没有俄罗斯父子这么多。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98他没有用宝石去训练部队啦，所以他的宝石数量才不会消耗这么多。当然可以看到他书包里面是真的有很多宝石，很多资源，就连他面板上的资源也是很多的，所以也是可以知道他花钱也是花不少的。所以如果俄罗斯父子有看我影片的话，这边跟他解释一下啦，因为98他是真的花了很多钱在军器这一方面的，因为之前我有帮他开一些箱子啊，有用他的账号，他每一次每一天都会去买军器箱子，一些军器的活动啊全部都会去完成的。那俄罗斯父子我相信他们应该也是会去完成啦，那可能他的运气真的没有这么好咯，所以没有办法拿到这么多的专属铭文。因为这一点呢真的是要看你的个运气跟概率的。如果你们觉得自己的专属铭文很少的话，首先你来看这里，这里就是讲你还剩下多少次就会拿到专精或者是专属铭文，它这个是有概率的，除非是说你这边已经是满了10比10，那你下一次你就肯定可以获得专属铭文。如果这边是10比10，如果是10比1、10比2这样子的话，那不一定，有可能会获得，有可能不会。所以我是觉得俄罗斯父子要看开一点啦，可能他在问这些事情之前呢，可以去询问一下客服啦。当然98没有像 AD 这个这么夸张啦， AD 那个是真的每一天就连尤利这边的军器都去购买，因为我之前有试过，你如果真的去购买的话，大概率会拿到紫色跟蓝色比较多，很少会拿到金色啦。但也相信这个是 AD 他可以获得这么多专属铭文的原因之一。那这边就跟大家解释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俄罗斯父子又生气了，又说他们要减少氪金的数量的原因啦。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那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呢？我最后再跟大家讲一次啦，因为之前官方他们就有发了一些 Q&A 啊，就有讲到近期他们应该会推出一些新的军器阵型，有做一些改动，针对终极技能还有连击伤害，所以各位要也是去准备一下自己的转换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